大家好，我是演员谭健次，我是演员卢玉晓。拍戏这段时间一个时光，让你分别用3个词来总结的话，你们想怎么形容？不舍、沉静、同心同德。我每天都会许这种愿望，希望大家同心同德。很早就开始倒计时了，但是我想象不到，没办法接受。这对我来说是成长吧，然后以及可能就借用他那句同心同德。我就觉得剧组每个人都用心在做事儿。当时决定看到剧本之后决定接下这部剧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个决定性的瞬间？因为我觉得《河不曾罗渡》这个戏呢，它不是一个完全是以个人英雄主义这么的一个去表达的一个传统叙事，它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有它的宿命感，都很完整。它是一个相互成就的这么一个群像感的一个戏。都是迷途人，何不同舟渡？谢雪山呢，我觉得只是这里众多人物中的其中一个，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我觉得就很吸引我。我是很早之前就刷到过一个别人推荐这本书，然后我当时有小小的粗略的看了一下。首先就像说的，它这个剧本它是兼顾厚重的部分，有很心动的什么元素它都有，就是每一个人物他的一个完整性。就像男一，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就是一个完美的人物，第一次碰到这么一个完整的成长线的一个女性，从接触到男一开始，我一直觉得是我的一个运气幸运。那拍到现在为止，2位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挑战和困难？我觉得对我的挑战困难就是我要保持体重，保持一个能够接戏的一个状态。之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减肥还需要时间和精力，不是说减就减了。对，我觉得就是不觉得难，就是对于男一来说，我自己呈现的时候没有一刻，我反而会觉得是不是不够难，做的不够，就是一直在反思，看接下来怎么更好，就是所以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急速成长的过程。演得特别好。 A few moments later， 角色之间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对方动心？捋了一下，应该是谢雪山先动的心，但是呢，并不是说某一个节点突然一下子，它是累积出来的，开始从利用到信任，到最后发现被治愈等等。我觉得是一点点的男一带给他的温暖，让他感受到了自己在这个人世间能够感受到的温暖，所以就是慢慢的2个人就相爱了。男一觉得呢，就是动心瞬间有没有？就像他激发我的这个过程中，我就是会离他很近，所以会看到他很多脆弱的一面。然后男一又是一个观察力非常敏锐的一个人，他的直觉觉得你应该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人，包括那个求生的东西伴随着巨大的爱意然后冲击，他才意识到说，哦，我这为什么会这样对他，或者为什么会这么关心到他。请2位各自分享一下，觉得对手戏里面最有张力的一场。因为他在这种过了今天没有明天的这种日子里面，他的每一寸温暖，每一寸爱恨情仇，他都是被放大的，激发出很多自己内心都没有发现自己的一面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有很多戏都是张力蛮强的。因为爱是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它伴随着死亡和未知，就是这种我拼了命要拉他去进阳光，或者说他为了激发我，把我逼到一个绝境，然后我必须去做出那一步选择，就是包括木屋那场也是，前2天拍的。刘老师说台词的时候，好像声线跟其他剧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的时候真的是在有为这个角色设计一个声线。今天也只有我这个不忠不义之徒才能 hold 住谢家。有一些因为想说他是一个经历了很多风霜的人，然后经历了很多沙场的人，所以可能我会在这个音色上可能会更低沉，或者说更偏气声一些的音色会多一些。后期到时候在进入配音的时候，我还会再雕琢一下。那之前也看到小小在接受别的采访的时候有提到说，这个剧的创作氛围很好，经常会有一些现场碰撞出来的。我们每天其实都很乐此不疲的在创作，在每一场戏之前，我们都会去聊为什么拍的那么慢呢？就拍了半年，就是因为我们有大部分时间其实都用在了在讨论上，想要去提炼出一些精华、一些细节出来，通过影像传递给观众。当然导演也发挥了很多他的文君美学。文君美学是白玉兰最佳导演杨文君通过对摄影、构图、色调的处理，在作品中呈现的镜头美学。天天网上天天 cue 他文君美学，我说哎呀，这时候文君美学该上场了。我来。那有没有某场对手戏是你们就是互相激发出了当下最好的表现？在大哥的这个灵堂小小那场戏演的就是激发出了很多，是谭老师带的很多那种张力。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天我们在拍船上拜堂的那场，拍我嘛，没有拍他，他是个背影。
但是他每一条他都是在哭得稀里哗啦的，完全会刺激到我，然后让我也会感受颇多。他现在哭了，没有，我是觉得他是从微读开始，就是很多现场包括迸发出来的他的一些想法，就是他经常会有一些他之前跟我说的像神来之笔。有一场问他你是燕吗？那一场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们第一场情感戏。谢雪山，你是燕吗？然后当时来了2条，就是可能我都是按照全景的方式去走，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就放开了，你就当做多来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所以那一条我就是一下子就对。那其实网上还有一段比较出圈的戏，就是这个谢雪山被车裂的那场戏，一个一镜到底的路透嘛，挺震撼的。大家说，就是现在 AI 生存的时候，谭老师拍这种戏还是要坚坚持手搓，我们都一直在坚持手搓。对，每一场戏都是这种。就想知道你当时演那个戏的时候，心理状态、一个心理准备是什么样的？我演那场戏没有准备，我就往那一躺，就想感受谢雪山在临行前的一种感觉，很安静。我当时看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谢雪山在临行前少了一个行为，他不能只是躺在那儿，就是后来就加了一个，就是把他的男一当年给他画的那张长命百岁拿出来，长命百岁。对，看了一眼，我觉得这是谢雪山在临行前唯一的一个行为，剩下的我觉得当时就完全交给老天。他那场我都在监视器前哭的不行。对，我一回监视器发现他在那哇哇在那哭，然后我看到他哭我也哭。那场戏演的出不来，就是有点不能聊，一聊就得。对我来说有点 PTSD 了，就是想到那个画面。远程啊！拍那个船上拜堂的戏，是聊一聊就聊到时间的问题，我就随口一说，我说这就是我成为谢雪山的倒数10天了，哇一下我就哭了，然后就哭到就演不了。一个是对于角色的不舍，倒计时时间；第二个就是想象到谢雪山在知道他死讯以后那种倒计时的感觉。这部剧也有很多名场面和名台词嘛，2位印象中就是印象最深的一个名台词是什么？反正我看剧本印象最深的台词就是“无夫雀山不曾叛我”。无夫雀山不曾叛我。局长，必须赢。我相信跟很多读者、观众都一样，因为那句话出来的力量太强了。整部戏最后最想要大家最意难平的那句话，通过男一的嘴在最后喊出来了，所以我觉得那句话肯定是非常打人的一个点。对，我觉得是关于恩赐和馈赠这2句词儿。我觉得我就是这一生的骨血和勇气都是他的馈赠，就是因为之前我跟编剧老师聊过，就是要不要这句话在对整个剧来说，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英雄有出处，而我的出处确实是谢雪山激发我的。哇，当时我每次说这句话我就绷不住。2位在剧里的角色是那种互相救赎的一个灵魂伴侣的状态嘛？但剧外来看，其实2位是哥哥妹妹的一个关系，是不是？那你们在聊天或者在对戏的过程中，私下有没有感觉到对方有哥哥或者妹妹的一面？对，我觉得他有时候在现场要求再来一遍的那种撒娇感就很那个，会被可爱到那种。但是我觉得他就一直是哥哥照顾每个人，向他学习。我也知道2位都有小狗，所以说现在2只狗4只狗应该说是不是已经认识了？对，认识，但见的不多，一见就。因为弹力球是一个不太爱跟狗玩的人，狗不太爱跟狗玩的狗，对。然后谭小丹又是一个只爱小白狗的狗，这4只狗好像并没有很来电的感觉。对，还各有各的个性。之后有没有机会看到这几只狗的一个合体的物料？看观众期待吧，需要的话。那也有看到2位就是在片场会互相拍一下照片，是不是？他是我的那个专属模特，导演也是个摄影爱好者，他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镜头，他就把我这个摄影的这个血液又给激发了。但是我会改的就是很多神图，你知道吗？对，我看了他很多神图。对，他能拍出来很多就是男一的瞬间，因为他是谢雪山的视角嘛，他经常会突然，我一回头没注意到啊，突然有一张，就他没有任何摆拍出来，他就是很角色，就是他也给很多其他演员都拍过，然后我就觉得都能拍出来每个演员身上的特质。之后有给谭老师拍照片吗？他是颜值博主。我有进步，我是觉得。在他的带领下，我经常拍完给他看，我说你看有构图有没有进步。然后我每次期待等到他的表扬。小小的风格跟我的摄影风格是完全两种。小小是比较偏现在年轻人洋气的那种，走那种挂的。我可能是更喜欢走那些比较，我拍的照片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就说你老拍黑白。那最终其实谢雪山作为
谍者都是没有办法无法避免会被身边人误解。也想知道两位如果现实生活中遇到被误解的情况，你们一般会怎么样处理？太多了，我觉得在这个网络时代那么发达，你被误解很正常。尤其像你演完这个戏，能看到这些角色都经历了这么多，你更应该释然一些。我觉得最终还是以作品说话吧，很多时候。你做这行的，守住你的艺德，守住你的业务，最后用作品回馈所有支持我们的人，这就是我们能做的。对我来说是一个过程。从最开始入行的时候，特别想跟别人自证，说我不是，我没有。然后到后面就是听到很多再离谱的那些谣言的时候，我都非常淡然。别人怎么判断你，是他自己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所以你没办法阻止这一切。所以做好自己就行。像他说的拿作品。那我们准备了一些网上的一些评论，请两位读一下。终于舍得回来拍古装啦，死鬼！你可知道相柳走后我有多苦？还有好多房子等着你精装修呢。这不是来了吗？这不是拍了吗？我觉得不能轻易拍吧。观众的期待越高，我自己的期待就会更高，那我的要求也会更高。不可否认，就是我很认真的在对待这部戏这个角色，就是我希望我自己能比上一个自己好，这是我对自己的期待。我在演古装其实是有压力的，但这个压力不是不好的压力，而是一种我觉得能够激发出，就像谢山激发男一一样，我就希望激发出我的一些跟以往大家看到的我演过的古装戏的一些角色的不一样，和看到我的变化，以及看到我的可能性。我是带着野心再去演一个角色的。对，飘个弹幕，感谢你成为谢学山。卢玉晓的可塑性真的好强，她到底是如何做到让我既想娶她又想嫁给她的？我是希望我演出来，不管就是男一能让你们有不同的对他的人物情感。对，就是不仅是娶啊嫁啊，它可以很多种。就是如果希望你们看到男一的时候，本路人仅用0秒就接受了这对 CP。如果结局是甜的，过程我流多少泪都没关系。行啊，行啊。看到最后就肯定有，你看到最后就肯定有就知道了。看到最后就让而且我们的戏里有很多的比较 callback 的一些真情流露啊，然后大家都可以通过看剧来感受。最后结局是甜的，那不能告诉你，你猜吧。就是怎么理解，就是你怎么理解都是他。就这个结局，我们是在一顿饭里面聊出来的。是我们当时组了一个吃饭，就在聊这个结局。因为我们有个群，就经常就会在里面庆祝，然后导演跟领导之间就要喝1-2杯，对，发一张照片，喝2杯就证明啊，看来我们今天被眷顾了。他后来前2天也有个蜈蚣在你身上，我一摸凉凉的，我说什么东西啊？然后一看，哇，就在我身上。